2025年7月，运筹寰宇，税林万邦，夫正奋商，钱刚独股，迎至东皇帝。特朗普宣布，联邦将终止对加州高铁的一切拨款。这个烂摊子浪费纳税人数千亿，除了成本超支外一无所获。现在我要将美国人从这个构思拙劣、灾难高价、通往虚无的骗局中解救出来。当天，交通部长立即取消40亿拨款，并怒斥州长纽森无能，而纽森则果断反击。特朗普想把未来拱手交给中国，相比德州高铁这种尚未启动的项目，加州遥遥领先。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对抗总统的非法决定。大家好啊，我是预言家星辰。是的啊，去年被我下病危通知的美国第一条真正高铁终于两腿一蹬。这倒不能怪川普整活，因为他实在太烂了。过去17年里，历经预算狂飙、路线缩水、工期延误、环境诉讼等诸多磨难，花费近70亿美元后，大家猜猜修了多少？居然是0耶！与此同时，美联储正以25亿美元的总部大楼巨额装修遭到白宫炮轰，川普甚至威胁要解雇鲍威尔。现在问题来了，都知道美国货贵，但美国基建咋还能又贵又烂呢？转发加点赞，这就是基建，听美利坚说。经常当总统的都知道啊，对于初代基建狂魔美利坚来说，基建乃是上立国家下立臣民的国策。前有圣祖罗斯福以工代赈复兴经济，之后武宗宪宗大修公路电话繁荣美国。进入新世纪后，历代大统领更是披荆斩棘。2014年，奥巴马御笔朱批3000亿美元基建计划，准备未来6年重修15万英里公路，新建4000英里铁路，以修复破败的基础设施。之后登基建作的董王一边痛批美国机场如同第三世界，一边豪掷1.5万亿计划，未来10年重塑美国交通。熹宗上位后再加码2.25万亿美元，只不过成果嘛2021年，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给美国17种基础设施中的11种评为最低的 D 级啊。在评估报告中这样写道：61.7万座桥梁有42%桥龄超50年，43%公共道路状况不佳，超70%的电力设施严重老化，92000座水坝平均年龄57年。后果也非常严重。2019年，北加州爆发山火，导致超1.8万栋建筑被毁，经济损失160亿。事后查明是最大私营电力公司太平洋煤电的输电线老化引发。1年后，密西根州突发暴雨，导致埃登维尔骤然决堤。该大坝建于1924年，自1999年被联邦定为危险级。2018年，因质量不佳，运营商被吊销执照，决堤前正在出售状态。供水系统也老了。2015年，密西根州爆发弗林特水危机，数千儿童血铅超标，轰动全美。紧接着又发现自来水中大肠杆菌呈阳性，军团菌超标，导致12人死亡。一查，罪魁祸首是水管，当地约1半住宅供水都是20世纪城市建设的铅制水管。由于2013年更换新水源处理不当，导致铅元素持续渗入供水系统。2021年还是密歇根州，这次换成本顿港市自来水含铅超标，还是百年铅水管问题。事发1周后，州长紧急启动水管更换计划，工期预计18个月。最新消息是目前更换已完成90%。对了，直到2023年，美国环保署才发布提议，要求全美水务系统未来10年换掉含铅饮用水管线。而作为美国拥有最多铅水管的芝加哥，他们表示更换全市铅水管可能需要40年和120亿美元。嗨，毕竟大基建他们100年前就经历了，如今处在大维护时代。可能有人要说了，修呗，但修不好啊。这其中最大的乐子就是加州高铁，新观众可以回顾下这一期。项目1996年提出，2008年立项，计划从旧金山修到洛杉矶，全长约800英里，成本仅需330亿美元，预计2020年即可完工。采用美式子弹列车，全球先进，最高时速350千米。届时，旧金山修到洛杉矶通勤将从9小时缩短到2个半小时。一旦通车，无论是效率、便捷和经济效益都将不可估量。然后，2025年5月，交
交通部审查后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，即便到2033年还是修不成啊！这条破铁路就是个无底洞。在长达310页的报告里，交通部长怒斥加州高铁 How dare you！ 首先是成本超支，300亿太保守了，最终全线成本预计1280亿美元，是预算的4倍，致敬英国高铁2号线的属于啥？行，咱美利坚有的是金山银山，那永远花不完啊！到了的事儿全且放下，问题在于项目从2008年获批，现在17年过去了，路呢？你们哪怕1寸铁轨都没有铺。对此，州长纽森反驳道：“不能够啊！一期工程正在紧张建设与设计，50多处主要铁路结构已完成。现在不是华盛顿放弃美国交通未来的时候，不给钱我们就告联邦。”这里我必须澄清下，确实不能说没动，只不过有点少啊。所谓的铁路桥结构，指的是若干伫立在规划路线上的桥墩，而首批铁路桥早在2018年已经完工，长487米，至今什么都没连接。手里拿了几十亿拨款却没修1公里的高铁，这就是成语手无寸铁的来源。更难崩的是2024年加州铁路管理局居然专门发推庆祝，结果被疯狂嘲讽。用币圈大佬马库斯的话说，等不及想看2400年他以700万亿美元的价格完工了。马斯克也附和发了个流汗表情包，虽然但是至今已花出去70多亿美刀。可能有人会好奇，路没咋修，钱花哪儿呢？这钱一大半用在征地、环保审批、环境清理以及频繁改线路导致的承包商索赔。再说了，路基填土、桥墩不也要钱吗？坑爹的还不止这些啊！因为工作疏忽，管理局错过了车辆采购的最后期限，所以即便路按时修通，车还得等。好消息是，路根本不可能修通。2019年，新州长纽森快刀斩乱麻，砍只保留中间的171公里，但这段都是自然景观，根本没啥高铁需求。好比我准备从北京修条高铁去哈尔滨，发现钱不够，先修赤峰到通辽，你这图啥呢？图160吗？但就这缩水的一起工程，如今也涨到了350亿，超过最初项目总预算，且目前还有约70亿资金缺口。好家伙，人印度修高铁都比美国靠谱，不管有没有修好，至少人花的不是印度的钱，是吧？最离谱的是，由于工程实在太慢，预算超的太多，可能老爷们也过意不去，为了方便申请拨款，他们的办法你打死也想不到，虚报客流，夸大营收呗。2013年项目评估时呢，加州铁路局预计到2030年乘客将有6500万至9600万人次，而2025年交通部的审查中，线路每年乘客量撑死了就2300万至3100万。嗨，你不拿我怎么拿？我不拿，史密斯专员怎么拿？小提一嘴啊，从加州高铁立项到现在的17年里，中国高铁运营里程都从0干到了4.8万公里呀！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还真得怪体制。首先就是党争，加州高铁是奥巴马任内民主党强推的政绩，为了赶在任期结束前开工，先期论证全是半场开香槟啊！开工后环保、法律、征地等一系列问题迅速反噬。2019年项目成本飙到773亿美元。此时对共和党总统特朗普来说，对这项目的厌恶程度不亚于在东方明珠底下喝蜜雪冰城，直接炮轰这是绿色灾难，闹着要取消。双方对簿公堂，一直打到民主党拜登上台，这不，川普的又要取消，先撤拜登的行政令，接着再砍民主党项目。此时的川普心里可是美的不行啊。类似的还有2021年拜登拨款75亿，准备全美建设50万座电动汽车充电站。3年过去了，大家猜猜建了多少？足足58座。然后呢，川普上任当天一纸总统令取消了拜登的绿色政策，已经建好的充电桩要全拆，政策翻转速度比我女朋友翻脸还快啊！第二大阻碍则是法律，无论是罗斯福的1933购买美国货法，还是奥巴马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，亦或是特朗普的买美国货雇美国人行政令，均规定联邦资助的基建、政府采购的商品必须优先美国制造。没法子，我美利坚自有国情在此啊，都是为
为民主买单，能不贵吗？既然政府不行，那用哈耶克的大手呢？有的，德州高铁。相较于政府主导的加州高铁，德州高铁完全由私人投资。2014年初步方案，全长390公里，原定2017年动工，计划2021年开通，价格也不贵，才120亿美元。方案更是绝妙，在共和党大本营德州修建连接休斯敦和达拉斯2个偏民主党的大城市。另外，西班牙国铁作为运营合作，意大利建筑巨头参与设计施工，还将进口日本新干线的子弹头列车。应该说，这是当下最符合美国国情、最靠谱的一条线路，这总不能出岔子吧？结果这家伙是高考报名忘记转账，那生日蛋糕抹着大酱，新婚之夜上不了炕，按摩洗脚走错了项，乱七八糟啊！2020年批准项目，嘿，您猜怎么着？到2022年压根没动工，因为通胀成本还一路涨到300亿 ，CEO 顶不住，率先提桶跑路。1年后，参与投资的日本机构血亏419亿日元也跑了。2024年，美国国铁宣布接盘，最新消息，今年涨到400亿。4月份，特朗普宣布联邦撤资，国铁也跑了。这就涉及美国基建第3难，整地。跟戴英一样，美国土地私有化非常严重，近60%的土地属于私人所有。如洛克菲勒家族是纽约最大地产所有人。啥？修路要收我的地？可以，不赔到我满意免谈。比如前面德州高铁，从2016年开始，征地官司反复拉锯，从地区打到最高法院，不断上诉，驳回再上诉，直到2022年才被授予强制征地权，预计今年完成25%征地。就问你快不快吧？如果你是项目经理，这项目你能怎么办？虽然两党偶尔吵架，规划偶尔变卦，征地偶尔天价，预算偶尔爆炸，好在效率更是奇葩呀！这里有个美式基建的经典案例：2024年4月，旧金山一著名的无名公共厕所开门迎客，当天不少市民还专门搞了个剪彩庆祝仪式。从外观来看，这个占地面积不到14平方米的单间厕所看上去平平无奇，为啥出名呢？因为这厕所原本预算170万美元啊！原本它应该在2016年随社区广场建成而开业，但由于预算花光没钱修了，所以铺好管道就这么放着了。之后几年感受到不方便的市民不断呼吁把欠的厕所赶紧补上，终于2022年，一出身旧金山当地的议员帮忙从州政府争取到了建厕所的全额拨款170万。然而当媒体将天价厕所公之于众后，所有人都震惊了啊！就一个马桶，一个洗手台的厕所要170万，这相当于当地一栋单户住宅的价了。你这马桶圈是金子做的，还是马桶盖是金子做的呀？更离谱的是还有2025年才能完工。市政府立刻站出来，哎呀，都怪通货膨胀，新冠后当地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约23.2%。另外，预算不仅包括建筑本身，还包括规划和设计等费用，必须建筑师、设计师和律师等专业人士参与。而负责项目的旧金山娱乐公园接受质询时呢，更是拿出明细。你看，项目必须经由多个政府部门审批和环境评估，天地良心啊，咱真没多要啊！眼看物议沸腾，2023年内华达州公共厕所的老板提出向该市捐赠了一个预制模块化厕所，并愿意承担安装费用，预计10天装好。但这俩州正因2020年大选公平性互相抵制，加上旧金山刚出台法案抵制所有通过反 LGBT 和反堕胎法的州，内华达就是其中之一。就这样，围绕能不能收以及物流审批环评等问题又走了1年流程。2024年4月，这一个马桶一个洗手台的厕所终于落成。市民庆祝的原因是这个管道早就铺好，主体全额捐赠，还包安装的厕所，最后只花了政府20万，且提前1年完工，基建孝传之财测宝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经常搞基建的都知道，大项目嘛，哪国都避免不了有趁机捞油水的事儿，但美利坚没有贪污，都是民主合法收入，所以更不用说追责。2013年，为了解决美国钱很多而美国人命比较短的矛盾，奥巴马推出平价医疗法案。10月1日，用于购买管理平价医保的联邦网站正式上线，建设成本5400万，倒是不算贵。结果网站开通首日就因大量用户涌入不堪重负，直接崩
崩了，导致当天仅8个人成功注册，之后数周一直可持续崩溃。根据问责局报告，上线前3天的测试中，该网站居然无法处理超500名同时在线用户。别急，还有高手呢！负责开发的加拿大公司被曝拿的无投标合同，而该公司曾向奥巴马竞选团队捐赠4700万，并聘请第一夫人米歇尔的同学出任项目高级顾问。几个月后，卫生部聘请新公司协助，终于到2014年修好网站，此时成本已近10亿。再一个就是今年引爆华盛顿政治炸弹的美联储总部翻新工程，2017年批准，2021年动工，项目最初算19亿美元，装了4年还没修完，直到今年2月被白宫预算办公室爆出翻修成本飙升，19亿不够了，得25亿。随后美联储紧急发文，啥喷泉、VIP 餐厅、VIP 电梯、屋顶露天花园、优质大理石啊，我们从来没规划过，别瞎说。超支是因为成本估算出现偏差，还有石棉含量超出预期，土壤有毒污染及地下水位，所以钱还是得花。嗨，要不说人家老美 GDP 高呢，你瞧，还记得前面的密西根州水危机吗？2021年，密西根州州长和8名官员被控犯有34项重罪和7项轻罪，面临刑事追责。但当年州长大人即被驳回指控，其余8人被判轻罪，具体处罚包括缓刑、罚款、社区服务，另有1700市民发起集体诉讼。截至2024年，赔偿金额高达6440万美金，而律师费1.8亿美金。类似还有被波士顿人亲切地称为永恒之约的中心隧道改造，5公里隧道花了16年，干进去140亿，利息要还到2038年。修完发现天花板和墙体裂缝数千处，漏得跟水帘洞似的。2006年刚通车，重达24吨的混凝土板掉落砸中汽车，导致1死1伤。最后咋解决的呢？州政府向承包商索赔，每花145美元索赔1美元。你以为人家是搞基建，实际上是在玩金融。你想着工程上偷工减料赚差价，人家压根看不上那仨核桃俩枣。此处我有一联，上联川普、拜登、奥巴马基建巨资年年撒，下联联邦州局、县政府环保党争处处堵。1897年，美国第一条地铁线波士顿地铁开通，此后美国完成过10年建成20万公里铁路的壮举。1931年，美国基建的显著代表纽约帝国大厦竣工，3400人工人仅用410天建成了这座381米高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，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可以说闻所未闻。此后，罗斯福新政建成了约740万英亩的公园绿地，66.4万英里的公路，12.2万栋房屋，7.7万座大桥和成百上千的机场、校舍、医院。那时的美国无愧于基建狂魔，但如今无论是17年未通车的加州高铁，还是坑坑洼洼的美国母亲之路66号公路，都在诉说着这个老旧帝国正走入迟暮。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，他们都有一个基建梦，但却因为党争、环保、效率、成本相继折戟。2021年，在签署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仪式上，拜登振臂高呼，基建不是红州或蓝州的事儿，而是美国的事儿。当我们重建道路、电网和港口时，就是在修筑这个国家的脊梁。台下掌声雷动。拜登没有说错，基础建设的确是在修筑国家的脊梁，但他说错了国家。接下来，中国将接收这个故事。2021年6月，复兴号动车组开进西藏，1年，新疆河若铁路完工通车，至此，河若铁路作为最后一片拼图，与南疆铁路、格库铁路一起将塔克拉玛干这个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完成铁路合围。2025年7月，历时15年，中国人围绕塔里木盆地建成一圈超高压输电环网，总长4179公里。7月中，总投资1.2万亿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。工程建成后，大部分雅鲁藏布江水将不需要绕南迦巴瓦峰走几百公里，而是在30多公里的山体隧道里一口气倾泻2000多米，总装机容量是三峡的3倍。1950年，人民解放军第18军修建川藏公路时喊出口号，让高山低头，叫河水让路。最终10万军民用钢钎劈开悬崖，用镐头铲平山岭，成功结束了青藏高原不通公路的历史。
如今让高山低头，叫河水让路的口号再次出现在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的工地上，2句10个字传承70年，这就是中国人最质朴、最勇敢、最天马行空的浪漫。